这叶鲁赶签真的麻烦，文忠把他脸都咬肿了。哎呀，咱们虎雏山向来有迎月婚的规矩。再说了，日头又不晒，还能多拿一份赏钱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说的也对呀。那是什么？ 钱婆子，怎么了？听闻普雏山最近出了件怪事，我现在来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来呢，卖点东西啊。哼，卖东西？这深山的黑市里卖东西，卖狐狸精啊？哎，你上次说这个银珠甲很值钱，我过来呢打听一下价钱，说不定能卖个好价。哎，我这个莲花楼啊还能翻新一下。这银珠甲哪是江湖至宝？你这样卖了修你的破楼，你算了，本事说不管就不管。去，私家宅院，前人勿进。我是来做生意的。咱们这儿的规矩，入门做生意需交宝金100两。哼，100两。这位爷不会做生意不带钱吧？出门做生意，四海皆朋友。这位公子的宝金我一并付了。你看，我们俩是一块儿的。可不能看着你被赶出去，对吧？哼，还算你有点良心啊。拿着，这块和田玉够我们2个人的宝金了吧？走吧，请。你也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拿我的玉坠来付你的宝金呢？你想啊，你这身上呢只有这块玉坠值钱，反正你进来也得交了它，你交了我就不用了，2个人进来总比1个人划算，对吧？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算了，本少爷就饶你这一次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了。贵告假。囚徒。生，你也是来吃席的？正是。那小老儿打听一下，尊驾是几更动身，走的是哪条便道？前天动了身，走的官道。竹哨排箫都见效。这位朋友呢，也跟咱们在一个舞厅曲，南腔北调不分家呀。这位小兄弟呢，不过是个肉头，平日里不怎么下地，不懂行话，大家莫怪。什么肉头啊？呸！真晦气，什么时候肉头也能来吃席了？哟，你又是几更动身，走的哪条便道啊？20更动身走的嘛，独户道。原来是老手啊！既然走的是独户道，
那敢问阁下身上扛没扛幡？幡上是几个字啊？前辈也出山了，晚辈丁元子，师承鎏金一系。晚辈段海，一墨。在下葛攀，山卯一系。我们两兄弟张庆师、张庆虎师承天漏，早就听过先生大名。古风信，素手前辈跟你一样，走的是独护道，还不快来拜见？没兴趣。前辈，莫怪罪，这个姓古的半路出道，不懂规矩，您多多包涵。无所谓，我来吃席不攀交情，大家请自便。哎，刚才你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？行话，这土夫子的行话。你都跟到这里了，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？哼，我当然知道，魏庄外院是古玩黑市，这内院则是土夫子的据点。有人发现了大墓，便来此主局一块下墓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他们刚才为何突然对我动手呢？那是因为你说错了话呀。几根动身呢，便是问你入行几年，你走的哪条便道，是问你属于哪一个派系。啊？这天漏呢，就是观天象寻穴；山卯是望地势找墓；一墨则按古卷记载寻宝；鎏金就是顺着面试的名气查线索。至于什么铜点子、火钳子，都是小派。你什么都不提，非说自己走的是官道。那官道呢，就是官府衙门的意思，跟他们是死对头，当然得对你动刀了。那你说的独护道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独护道呢，是半路出家，没有派系。他们全凭功夫入墓，而且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命案。所以问你扛没扛幡，是指你身上有没有命案？还算聪明。我说扛了金幡就是清点要犯，这么一说呢，他们就不敢来招惹了。13年前荆南皇陵被盗，这守军被杀了23人，贼人嚣张在明楼面前留下4字名号，素手书生，圣上震怒，下旨缉拿真凶，却至今没有下落。你在冒充素手书生？你对这个朝廷的卷宗倒是很熟悉嘛？没错啊，所以我冒充一个名头大的，这样才能混进来。说要来逛黑市，却跑来内院，对这土夫子的行话说这么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素手书生的事儿乃朝廷密令，你居然也知道。李莲花，你肯定有问题。你别指我，没大没小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找到素手书生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死了，我亲手埋的。素手书生呢，至今因为伤势太重了，我看他太可怜，就把他一直留在我这儿，直到他去世。所以呢，他为了感激我，便教会了我土夫子的话。你不是在朝廷很熟悉这些卷宗吗？那你应该很清楚啊。素手书生的本名叫做齐之源，额头上呢有块胎记，对不对？那你跑来内院干什么？因为有些人笨啊。说谁呢？因为你呆头呆脑的，我怕你暴露了。果不其然，被认作肉头，还往刀尖上撞，真的好好想一想吧你。我又听糊涂了，什么是肉头啊？这别人盗墓肉头盗尸，还挟尸要钱，算是末流的小辈了，明白了吗？既是显弟，你也进来了，我们再合作一把吧。哼，再合作一把，你可真会算。不必了，我现在顶着素手书生的名头倒是挺安全的。
哎，你之前不是说怪我丢下了你，又欠了你玉坠的光，还说那句话让我远离你？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，也挺有道理的呀。你不会武功啊？要是有危险，我可以护你周全。呵呵，谢谢了啊，不必了，告辞。哎，我发现石虎双煞兄弟和七道陈尸案有关。啊？我刚刚看到他们的牌子上，也有黄泉14道的标志。哦，那与我何干呢？你有身份的倚仗，自然得帮我呀。而且，咱们俩是一块儿进来的。我要是露馅了，你也逃不掉。好啊，恩将仇报啊你。不错，李莲花，你答不答应？活着保你呢，身份不传，探案与我无关。成交。蒙诸位抬爱相聚魏庄，魏某不胜感激。哪来的小杂种，找死！二位莫动手，这位是我家的一位远房长辈，别看岁数小，但是辈分却很高。诸位入席吧。魏庄主，你摆着宴席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来掺和一脚？一个胆小的囚徒，一个肉头也就罢了，现在又来个无礼的小王八。魏某组局向来是按劳分宝，这次入一品坟也不例外。若到时我家这位小长辈无用武之地，不分他就是。大家放心，来，别坏了雅致，咱们喝一杯。这酒不错。哎呀，好酒！来，古兄弟，久违了。这几年前你刚入行的时候，我还担心，这遁甲奇门的弟子也想发财了啊！这后来，你带着令妹一起入行，我这个心呐，才算放下了，踏实了。这人生在世，什么才是真的？金子！啊，来喝酒。好酒。小娃娃，这魏庄主非要带着你，说说看，你会什么花活？哎，干我们这行，跟着我们混，光闷头吃可不行。来。喝口酒，长点毛，才叫汉子。滚！啊！我的手！来呀，赶紧把丁原子带下去包扎一下。哎，你们慢点儿！小杂种，老子替你家大人管教你。且慢啊，庆师兄，讨个吉利，讨个吉利啊！素手前辈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还没开工就打打杀杀，也不是好兆头啊。小兄弟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咱们是来发财的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对吧？青师兄弟，我知道你看不惯，不过我家小长辈功法奇特，一品坟的入口唯有他才能打开，我都忍了，你也忍忍吧。啊，这样，咱们去院外池塘边重开宴席，我与青师兄弟边赏月边再喝个痛快。我庄上可珍藏了几坛10年份的西风烈，我知道庆师兄弟喜欢烈酒，可千万别错过了。诸位，一起吧。哎，不是说。
脑袋都不见了，跟山下7具尸体一样。长庆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不知道。你兄弟2人同睡一屋，怎么会没见到凶手？是不是你离开过屋子，被人趁虚而入了？不可能，我刚刚起夜，就在门口，不可能有人进来，我不知道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转身，哥哥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这窗户是从里面拴住的，杀人砍头也不是片刻就能完成，更何况一直未曾离开的庆虎兄弟竟然毫无察觉，这到底是怎样的高手啊？会不会不是高手，是邪术？我听说，一品坟有邪术护佑，但凡有点私心的人，都会被邪术所杀。之前山下那7具尸体就是这样丢了头的，现在张庆师亦是如此，会不会接下来就轮到咱们了？那这个邪术倒是很讲人情啊。前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要真是邪术的话，大可在人前夺了你哥哥人头，更能震慑出旁人不敢妄动一品坟。现在却故意让张庆武看不到这残酷的一幕，倒是懂得怜人。当务之急吧，还是先看看这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。哎，你昨晚去查这个尸骨收上？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呢。我从苍龙院门口出来跟着他们，转眼人就不见了。你怎么老说岔子呀？我一直以为这7道神山是他们俩干的，所以格外紧嘴甩掉了我。没想到现在张庆是也成了无头尸。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邪术吧？探案我可不管，我也没指望你。哼，那就好。你们来吧。你们看，这屋后的透气口被破了。且慢！魏庄主是要替这小杂种撑腰？我只是来告诉诸位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我收到密信，说有百川院的刑探混在咱们中间，狮虎双煞，功法奇特。若2人合力，则难逢敌手。定是他杀的张庆师，一来可以削弱咱们的实力，二来让咱们互相猜疑。所以张庆师定是这刑探所杀。咱们这一行，有的几年见一次，有的只听过名头，怎么查出是百川院的刑探呢？哼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百川俱下，积浊扬清。葛攀，你果然是百川院的人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杀了！等等，魏庄主，
此事有蹊跷。若这凶手真是葛攀的话，那他行凶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被门口的张庆武看到呢？他的身材可钻不进那么小的洞啊！正是，这小东西的嫌疑最大。诸位，我来问一句，我可以替我家小长辈担保，那这位百川院的刑探，谁敢为他作保？就算他确实没有杀人，难道还想留他吗？既然大家都没异议，那就送葛攀上路吧。不可来杀！你这肉头，这么紧张百川院的人，莫不是跟他是一道的？不，诸位且慢啊！哦，不知道素手书生有何高见呢？这高见不敢当，只是百川院的刑探混进来了，难免没有后招。若是还有同谋的话，大家岂不是都不安全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，留他一夜的性命，明早大家查清楚了真相，不就放心了吗？既然是素手书生出面，魏某也没有什么意见。庆虎兄弟，你呢？好，我等素手前辈的好消息。如此，那便辛苦了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走。这一个魏庄挤了这么多百川院的刑探，哎，你认识这个葛攀吗？我没有在百川院习过武，我不太确定。但这把佩器的确属于我们百川院的，所以葛攀不得不救。刚才多谢你出手解围，多谢了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怕死啊，方少侠。我们两个一起进来的，真要是打起来，那肯定会牵连我呀。我这想来想去呢，要么把你供出去，要么就帮你了。两个我只能选一个，也没有办法。拿着。把我供出来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还没说我。行，晚点跟你算账。除了这正门和这后墙的洞，似乎也没别的入口了。难道这是小孩干的？我问你啊，你若是那个小孩，想从后墙爬屋进去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一，凿开洞口；二，爬进去；三，杀人。拿着。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。这上面有血迹。先敲了砖，再爬进去杀人，血不会粘在这个砖上。现在砖上有血，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，后敲的砖。所以是凶手叫我给那个小孩，要不然呢？可7道陈尸案的时候，凶手没有留下线索，反而现在要叫我给别人。难道只要蒲熟山出了无头尸，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？你是说，或许这2个案子没有关联？有没有关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张庆师他衣服上的血是一层层渗透下来的，不是喷涌而出，血都喷溅在一侧，身后却没有半点痕迹。所以是人先死了，头才被砍下来，不是因为砍头而死。可人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人再砍头呢？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如今呢，我们还是先要把张庆师的事情给查清楚。凶手呢，杀人在前，在墙上敲洞，嫁祸在后，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。可是张庆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？张庆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
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？4号房和5号房并排而建，你说哪个是4号房？这还用问吗？一个4，一个5，当然这边啊。哎，奇怪，这怎么也是4啊？哦，你抹的泥巴呀？天黑越暗，凶手只需遮住5号门牌中的白点，再用这个白灰在4号门牌上加上一点，那4、5就交换了位置。只需尸骨双煞分别回房，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随便动了一点手脚，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5号房当成4号房住进去了。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尸骨双煞兄弟一同住的苍如院，理应是一同回屋啊，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？那你为什么又会把他们跟丢呢？我带你去。哎，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，把人跟丢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演绎一下。李莲花，你走错路了。原来如此。昨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，哥哥等不及，先回房去了。这酒醉后呢，不子虚浮，与清醒人不同啊。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，回房时候呢，住进了不同的房间。我们兄弟2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。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？没有，我酒醉犯困，回房就睡了。所以你哥哥住进了4号房，而你住进了5号房。昨夜酒宴后，尸骨双煞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，张敬师在前，张庆武在后。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虎，于是先回到4号房。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，让2个门牌对调，又进入了4号房，杀了落单的张庆师。等张庆虎回来时，夜色深重，加上醉眼朦胧，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，自会住进了5号房。凶手行凶后，敲开后墙的透气孔，将嫌疑引给小孩，再将房门灰擦去。张庆虎呢，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，他被转到了4号房，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。求前辈告知，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？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，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。以我的判断呢，这个人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。古风仙，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？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了，不错。张庆师是我杀的。姓古的，我们兄弟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下此杀手？无怨无仇？于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？洛尘蝶、于婉婉，我听闻
他是随他哥哥半路入行的，他哥哥就是你。遁甲奇门难学难精，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，是一门中弟子多是清贫。机缘之下，我入目道宝，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，更能发财，我就迷了心窍，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土夫子。哪知5年前，我表妹与这石虎双煞联手，竟被张青石借着酒劲奸杀。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，怎奈石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，无从下手。总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，才大仇得报。张青石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，我杀得痛快，杀得应该。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，我杀了你，为我哥报仇！东汉助我！住口！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，魏庄主这是何意？我找诸位来是入一品坟的，个人恩怨就先放下，等事成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。姓魏的，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？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，你们乖乖听我调遣入一品坟，否则别怪没命离开这普出山。魏庄主，咱们是来吃席的，难不成凭你这几个家丁？前面应该是被布下奇门之术。你看啊，这么大的东珠还被穿了口，这明显的是从手指上掉落下来的。这么看呢，应当是这里。七道禅师在这儿，一品坟也在这儿，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，等着我们入墓呢。诸位，看到了吧？这儿就是一品坟，可惜啊，被奇门之术挡住了。古兄弟，有劳你了。这奇门阵果然了得，因全山之物将这山体掩藏。只是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，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，也发现不了此处。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，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，定是一品坟的入口了。以山为木门，南印的工匠下了血本啊！除非凿山入洞，否则绝难打开。那里倒有处缺口，若能进去，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。缺口离地面有10余丈，哪有人能上得去？诸位都看到了吧？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。知道了吗？你也别大惊小怪的。这个轻功呢，是还不错。何止是不错，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？你怎么那么淡定？哦，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，也看不出来高低啊。那你学着点吧。
段海他运气不好，干咱们这行的，谁还没见过死人呢？现在木门开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锦奴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有生人来就发信号。走。你笑什么？这笑运气更笑人情啊！看来是有人用掌力将巨石调转了方向。难道是张庆虎？这巨石若不去动它，只会砸在二人当中，落个轻伤。是张庆虎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。这张庆虎的掌力很强的，别想了，走吧。观音门，一品盆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想要赶尽杀绝，哼，还是有些手段。这梅花镖自你们3人那侧发来，说，是谁？谁？刚刚我也险些被暗器所害，我被伤了内息，用不出武功了。张庆虎啊，狮虎双煞，我记得你是用暗器的。刚刚所有的火光熄灭的时候是同时的呀。正是，我用的是虎牙镖，从未用过梅花镖。哎，不过狮虎双煞倒是很会演戏啊，还不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演你自己的弟弟很累吗？你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啊？张庆师。杀的就是张庆师啊！我昨天晚上跟着张庆师回房，不会杀错的。这狮虎双煞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同胞同相，那你是如何分别的呀？张庆师手持双锤，身穿黑衣；张庆虎则用镖囊，穿白衣，一目了然。我问你一下，如果2人换了衣服和武器呢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巧合。魏庄主曾经在酒宴上说过，狮虎双煞中呢，这个张庆师啊，酷爱喝的是烈酒，招待大家呢也都是西风烈。没错，是。哎，那他们昨天分别饮了多少？张庆师喝了半坛子，然后就酩酊大醉了。这个张庆虎喝了半杯不到，之后就用茶水代替。你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。昨天晚上你跟着的张庆师，他清醒得很，反倒是跟着后面的张庆虎酒气冲天。况且你也说过，你呢是用玉簪穿喉杀。那么你杀完人之后，我想问问你，人头去了哪里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他为何又被砍了头？很简单。因为砍了头，就不知道究竟那个人是谁。
昨晚的情况，一开始就是一场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帮你分析一下。哼，素手前辈话本看多了吧？讲这许多空话，哪有半点证据？你看，还这么嘴硬。那我再说说啊，这大门外呢，达家的巨石突然转向杂土断海，能有如此臂力的人，张庆虎是做不来，唯独张敬师可以啊。哎，你看，你为了冒充这个张幸福，你点的这个假冒的痣，都快掉下来了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瞎说的而已。张庆师，张庆虎的人头是不是在房间？原来你这个畜生还在苟活！但是张庆师不会用暗器，那这梅花镖，葛大侠，我就不跟你演戏了。你虽然受了内伤，可你袖口的弩还是能杀人的吧？你呢？看破他假扮弟弟后，借机要挟配合你，所以你手里的武器是张庆师给你的吧？我胁迫张敬师，是奉百川院之命剿灭你们这帮贼子的。很快，其他刑探就会包围此地。你们如果想活命，还得我帮你们美言几句。我还是劝你们，乖乖的把我放了。奉百川院之命，你衣衫内衬是徽绸云纹，只有未通过出世的见习弟子才会这么穿。我让你求白院主解毒，你却满口答应。殊不知这白院主最不擅长便是毒术，你分明就是新来的见习弟子。还有，这路上的贼人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该死，你却将他们尽数暗杀。
你如此卑鄙贪婪，还是跟我回百川院，让佛比法师好好审审你吧。这下手也太重了吧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川院刑探方多病。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。这里的宝贝怎么用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哼！前辈，我替你召集人手，逼朋友服毒，都是为了帮助前辈入这一品坟呐。前辈，你看看是不是今天能略施小恩，帮我把这2个人杀了？人世太匆，本洞是要诛九族的。观音垂泪，把观音垂泪交出来！找死！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，但是可惜了。婆娑户，果然是你，柳相依。
观音垂泪名不虚传，总算救上金府。不枉我用缩骨功隐藏身份，费这许多功夫。李相夷，我这就来跟你聚聚。10年不见，李相夷别来无恙啊！哼，狄盟主啊，这1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缠人啊！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，要不然呢？这10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，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。哼，我没死，你那么高兴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失陪一下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啊。你为何只剩1成功力？你中了我的明月沉西海，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催八荒吗？这受了点伤，多正常啊！哎呦，服下观音垂泪之前，我也有6成功力。这10年你都做了什么？实不相瞒，这10年我的确挺忙的。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，忙着好好生活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学会了烧菜。烧菜？对啊，烧菜，烧的还不错。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正道武林第1人，10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。狄盟主，你实在是太武断了。这柴米油盐，它可是比练功还难。我跟你说啊，做菜就更难了。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，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。不信你赶日试一试，做一道清炒小白菜试试。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。哎，等等。若补品真的有用的话，你又何必用缩骨功去找观音垂泪呢？没用的。更何况，我现在也懒得用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？比之前更年轻了呀。我真没想到这10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才是狗！你想当废物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，让你的属下看看四顾门门主李相夷活成了什么德行。你不要尊严，我就让你没有尊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吐了！哎呦，吐，吐不出来。我只是说个谎让你停下来，你飞得太高了，这内力一断会摔得很惨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内力？哎，你也别试了，这内力啊被封住了。观音垂泪。哼哼，送命！你下毒！哎，别过来！这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是1品粉里的修罗草。南印3大秘术修罗草。还可以，这狄盟主也真是博学。这墓里那位南印公主是百年尸身不腐，就是体内有修罗草的缘故。那刚刚啊，我也在她身上拿一点草籽，就放在这个观音垂泪里面。这东西借解疯长，现在修罗草把你的经脉封住了啊！李相夷，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一切？我不过呢是去了一趟玉城，就知道你没有死。那你出关之后定要找灵药疗伤呀，就只有这观音垂泪了。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旧闻，这观音垂泪是方继王的陪葬。你说好巧不巧，这个普除山也出了一些怪事。然后呢，我想出去碰碰运气，玩一玩。嘿嘿，没有想到。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，这明目张胆的发着臭脾气，就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改，这我还看不出来。李相夷，你功夫不练，心计倒是更胜一层楼。哎，别！
你想用修罗草杀我？在这之前，信不信我先杀了你？你看你想多了吧？我只不过呢，有事请你帮忙。你威胁我？我怎么可能威胁你啊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。我还不知道你，你这个人呢，最不受的就是威胁。这样，先把刀放开，慢慢聊。这事成之后呢，我送你一件礼物，洗金法髓诀。你师父的绝学？没错，此穴呢可逆转心脉，将修罗草丝排出体外，恢复你的内力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同意呢，也不勉强，大不了你直接用刀把我给杀了。什么忙？很简单，这第一呢，你替我守住我身份的秘密；这第二，我师兄单古道的遗骨在哪？我还以为你要我解散金元盟，或是不伤武林中人。第一件事我可以帮你，你自轻自贱，我无所谓。第二件事我帮不了，你师兄死了10年，江湖乱了10年，我找不到他的尸体。当年金元盟杀了我师兄，抢了他的遗骨，我才引你东海一战。这10年以来，我一直在找他的遗骨，可我却从未找到。以你的号令，定能号召金元盟重查旧事，帮我找到我师兄。你师兄被野狗吃了也不无可能。你要我杀遍天下野狗，去找你师兄的骨头？